提起艾滋病这仨字儿啊，很多人实在是谈虎色变，好像这个病啊，沾上死碰上亡。这不媒体也经常有这样报道吗？说有的人什么把艾滋病菌呢打到西瓜里边去了，还有的街头出现个人拿着针筒乱往你身上扎，传染艾滋病毒。后来被证明啊，这都是假的。可是人为什么害怕呢？恐慌来自不确定性，咱也不知道谁是艾滋病人，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能出现。这不最近广西出台了一个办法，叫防治艾滋病啊，这个草案里边呢提出了对艾滋病诊断要实名制。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咱得先知道到底是谁得了艾滋病，姓名、身份证、现住址、工作单位、检测艾滋病提交如此详细信息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一边是艾滋病病毒的扩散，一边是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，实名制又能否做到权衡？它会不会使更多人对检测望而却步，成为潜伏在你身边的高危人群？这个画面呢是国际防治艾滋病协会啊一个宣传的海报，那个红丝带呢是防治艾滋病的一个象征。那么这个图片上大家看到，这是一个男子啊背身的一个图片，它说明什么问题呢？防治艾滋病啊要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。可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广西这个艾滋病诊断实名制，这和我们以往啊匿名诊治艾滋病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这就引起了呢，到底是实名制照顾更多人利益重要呢，还是保护艾滋病人合理合法的隐私重要呢？那么为了搞懂这个法案到底要干什么，咱们先来看一下小片。近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拟定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规定，检测艾滋病者应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现住址等真实信息，而检测机构应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，同时明确了艾滋病毒感染者有义务告知配偶或者其有性关系者。2月8日，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回应：你如果说没有实名制，你连这个结果都很难通知他，这不就是以治疗来也起到预防作用？该消息随即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，有人担忧实名制可能会将更多病毒携带者挡在检测之外。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，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78万人，截止2011年9月底，累计实名报告的人数却只有34.3万人。这个实名制呢出台以后呢，赞赏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都同样非常多。你比方说赞同的，你听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就是什么？比方说艾滋病人到这诊断了，因为他怕呢大家都知道他得艾滋病，歧视他，他不用真名，一诊断自己得了，消失了这人。可是问题是呢，他得艾滋病这个事儿，他连他身边的人都不知道，比方说他老婆，或者说他丈夫什么的，他配偶都不知道，结果依然跟他有这种性行为，结果他的配偶被传染了。所以这个呢是从保护更多人利益角度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个，有人提出的更有道理一条，就说是我们假如说为了保护大多人健康，可是问题是来检测艾滋病的人都是匿名的，匿名的有的都不愿意来检测的，怕发现来查这玩意儿，让人发现了怪丢人的。现在你实名制，他不更不愿意来查吗？信息被相关部门掌握了，你看看咱们生活当中这些信息，房地产各方面，你在这登个记，留个手机号，就有人给你打电话。你说这是泄露出去了，他还怎么做人？说实在的，我呢是搞新闻评论这些年了，有的时候新闻事件一出来呢，我就比较容易确定我的立场是哪一边，提出我的理由。可是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真的不好判断，因为双方的理由都非常充分。咱们要说清这问题，咱得先说说最近这几年中国艾滋病它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这个不同体现在什么上呢？有几点。我们知道艾滋病靠什么传播呢？一种是性关系传播，血液传播，母婴传播。血液传播我们一般都指输血呀、吸毒扎针这类的造成的。这几年艾滋病整个的传播方式在中国，你发现吸毒传播这一方面急剧下降，依靠这种传播途径得艾滋病了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性行为这方面传播却达到了50%以上，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渠道。过去一说艾滋病，咱们首先想到哪些人高危人群呢？三陪小姐，她这个性关系比较混乱啊，为了挣钱，
有的这个也不采用一些避孕工具，都是不干净、不安全的性行为，所以他们是高危人群。可是这个高危人群在中国很难控制，为什么呢？在中国我们知道卖淫嫖娼是违法的，那么这个就造成什么呢？从传统的思维观念看呢，这些三杯小姐她既是道德的谴责者，那怎么干这个伤风败俗啊，又是法律的制裁者，相关法律得抓他们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什么的逮住就罚，因为你卖淫嫖娼是非法的吗？你说他又是道德的被谴责者，又是法律的制裁者，他能愿意站在阳光底下，我接受艾滋病检查，看我有没有病？他去做这个检查，不等于认同自己三杯小姐的成分，既让人家瞧不起，同时可能派出所还来抓他的。这个事儿不是没有啊。有一年在咱们北方有个城市，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就搞了一次针对这些性工作者，这些三杯小姐，把他们找出来，然后呢给他们做检测，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样防治艾滋病，怎么样远离这个危险。这个会正开着呢，门口就来不少警察。嘿，平常正愁逮不着这些，这回可算咱来个一勺烩了。你看看，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讲，这个偏偏构成了法律上最大一个障碍。所以这是我们一种高危人群。第二个高危人群，男同性恋。这一点呢，随着这些年呢，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，大家对男同性恋的了解呢，比过去多了。但是有一个隐忧一点点上来了。根据疾控部门权威数据统计，目前性传播已成为国内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，其中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占总数的 32.5%。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，2008年由卫生部各地疾控中心组织进行的一次全国调查显示，我国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达到 5.0%。 而且近几年来，艾滋病感染者呈现出低龄化趋势，甚至有小部分是在校学生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一方面呢是男同性恋的性行为当中基本上是不安全的，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安全工具。另外一个呢，男同性恋往往会有多个性伴侣，而不是一个。那么对于男同性恋这种行为，政府要不要干预呢？争论很大。有的人就提出来了，这个性取向啊是人的一种自由，我喜欢女的，我也可以喜欢男的，这属于人性当中的东西，不能干预。可是针对这种观点呢，我必须提出我的一些看法。像刚才说的，男同性恋在中国非常普遍现象呢，是一个男同性恋往往有多个性伴侣。那么假如我们在男女关系上，我们看比较正常这种关系上，假如一个男人同时有6、7个情人呢、性伴侣啥的，这个人能算道德吗？是不是要受社会的谴责？那反过来，为什么男同性恋有6、7个伴侣，你就可以不闻不问呢？所以这在中国又面临着又是一重道德跟法律的困境。对这种行为，男同恋行为我们怎么管？怎么样能够控制艾滋病？现在政府在这方面争论的非常激烈，暂时还拿不出特别有效的办法。这是第二类高危人群。第三类高危人群，我们说吸毒的。这个吸毒的是怎么传染艾滋病的呢？他们吸毒有的时候劲儿大的整的针头往进打毒品，那个针头根本就不消毒，你扎完我扎，我扎完他扎，造成了最后的艾滋病毒一下就传染开了。但是这些年因为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直线下降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国家对吸毒抓得很大，对这个毒这方面咱们是特别在意的，而且打击毒品犯罪这方面政府下的力度非常大，这客观上呢降低了吸毒的人数。再往下我们看一个高危人群，可能你想都想不到。再往下我们看一个高危人群，可能你想都想不到，农民工。很多人奇怪说这农民工，这以前一说谁得艾滋病，那就乱搞男女关系，这个保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嘛，那肯定得是有钱的人啊，他琢磨这些事儿，他就感染上这个脏病了。好多人这么想，可你现在绝想不到，在中国农民工都成为高危人群，这就暴露了我们现代社会一个特显著的现实。这个农民工在城市里头，他的有一些欲求得不到满足。这古人说得好，饮食男女，人之所大欲存焉，这是人的最基本欲望。长期得不到性的满足，他就得琢磨用其他方式满足自己。所以很多农民工在外，就到一些低档的发廊啊、洗脚屋啊，寻求性的满足。你说关心农民工，不光是让他吃好了，按时给他发工资，不拖欠的工资，他还有别的需求呢。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呢，
你这个层面没照顾到，你会发现哪个层面我们的关怀不到位，哪个地方就容易出毛病。所以现在农民工反而成了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高危人群。还有一点挺有意思，有人说怎么现在老头得艾滋病的比以前还多了呢？这个是生活当中一个常识。你看老年男性，他到了50、60岁，甚至有的70多岁，他还有性要求。咱们这一点也不用讳言，我曾经跟公安部门的同志聊过这个事儿，说抓过一些这个老头的嫖娼行为，常常是早晨，老头起得早，出去遛早去锻炼去了，往往这些地方上有一些什么洗头房啊、发廊啊或者小平房啊，老早就开业了。有一些三陪小姐，有的都中年妇女来了，针对老年人做性服务。所以这些年老年男性得艾滋病的比率比过去提升了。你看我刚才给大伙说了一下方方面面这些情况，你就会发现中国艾滋病这方面非常复杂。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说歧视艾滋病，见到艾滋病人恐慌？刚才我说恐慌来自不确定性，这个恐慌很主要一点呢，是我们各方面宣传不到位。那么歧视这一块，咱们免不了说谁得艾滋病，你歧视他，似乎这是这个社会里非常常见的现象。为什么会出现歧视现象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人呢羞于谈这个性，一提到这性就觉得这多可耻啊，可别提这个。可是呢，性欲是每个人非常正常的欲望，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呢，性欲往往就被压抑着。一旦要有这种性满足的事儿，都得偷偷摸摸的。你看成人用品商店，谁要到那儿去买去，滋溜钻进去，赶紧出来，都怕别人看着。这2年网上卖这个的多了，解决这问题了。其实在某种程度你想想，这些情趣用品它的存在有的时候起了什么作用呢？倒是缓和了人的一种性不满足和性压抑感觉，通过这个解决了性的满足。如果这么堵着，它就有可能出问题。可是中国长久以来这种道德审判观念呢，把这种性需求给一来二去，堵时间长了，它就有一种非正常宣泄，偷偷摸摸的，这时候反而对于防治艾滋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这是我们歧视艾滋病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原因。而且有的媒体甚至呢歪曲扭曲妖魔化艾滋病。所以这就使我们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觉得一跟艾滋病人接触，好像我跟你见一面坏了，我感染上了，甚至都有这么想的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我们普及艾滋病的常识变得非常重要。大家记不记得姚明曾经有个公益广告，跟美国那个得了艾滋病那个球星摩尔斯·约翰逊俩人一块坐着握手，拿筷子吃饭，还拥抱。 I've been living with HIV since 1991. 你不会因为拥抱或者握手或者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吃饭而得到艾滋病。不要害怕，不要歧视，请关怀艾滋病患者，了解更多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信息。姚明做这广告什么意思？艾滋病没那么可怕，这种方式不会传染上你的。其实这种歧视啊，不光是我们国内，国外也有，只不过人家解决的方式呢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。而在这方面呢，艾滋病人里边呢，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表率。一个呢，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美国 NBA 著名的球星摩尔斯·约翰逊；另外一个呢，是88年汉城奥运会的跳水冠军洛加尼斯。咱们下面就分头说一说这两人的事儿。这摩尔斯·约翰逊1991年11月份就查出来他得了艾滋病了，他也对外宣布了，他没瞒着。你说他为什么没瞒着呢？因为他知道美国社会对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开明的认识。结果他第2年，那不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，他依然是梦之队的主力成员去了。当然也有人提出意见，当时的犹他爵士队卡尔马龙站出来说：“我不同意，我可不敢跟他在一个场地打，这我们俩篮下挤撞的，万一他哪下子抓我一把，把这个血液传播，我不坏了吗？”当时卡尔马龙提出反对。但是这我说的是95年、96年的事儿。后来整个美国社会对这方面宣传越来越多，人发现这些方式都不足以构成艾滋病的传播。所以摩尔斯·约翰逊呢，在美国正常的生活到现在，他已经得了20年了，没什么事，积极参与治疗，在公共场合露面，活得还挺好。我再说跳水王子洛加尼斯，那么洛加尼斯那阵总得冠军，把中国的谭良德给压得死死的。洛加尼斯在3届奥运会上得了3次金牌，在3次世锦赛上得了5枚金牌，跳水王子。他就是个同性恋，也是个艾滋病患者。1988年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呢，
他在那个10米台往下跳的时候，脑袋碰到了10米台台边，结果出血了。过了多少年以后，大伙知道他是艾滋病了。当年跟他一块跳水吓唬那游泳池的都吓坏了，哎呦，他这血液滴到游泳池，我再感染。但是你这几年经过艾滋病方面普及，知道那根本不足以感染。所以洛加尼斯现在已经50多了，也活得好好的呢。前一段时间还出书了，又出来给跳水运动员颁奖。就是这样的例子说明呢，艾滋病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害怕。但是在中国呢，有一点，这种歧视啊由来已久，它不可能在短暂时间消除。所以我说，这个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，如果推行的话，真会造成有很多艾滋病人或者怀疑自己得艾滋病的，根本不敢来检测。那么有人说，那你说一个解决艾滋病这些歧视之类的好的办法？姓名、身份证、现住址、工作单位，检测艾滋病提交如此详细信息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一边是艾滋病病毒的扩散，一边是公民个人隐私的安全，实名制又能否做到权衡？它会不会使更多人对检测望而却步，成为潜伏在你身边的高危人群？老梁观世界，艾滋病，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？那么有人说，那你说一个解决艾滋病这些歧视之类的好的办法？眼下全社会的宣传是一方面，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呐，真得是自爱，就是起码来说，你要有什么出轨的一点行为的话，你得考虑你自身的安全。就对于不安全性行为，每个人要有起码的一种约束。再有一点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从一部电影上得到的启示。这个电影名字叫《最爱》，郭富城、章子怡演的。那么就是艾滋病村的人，他们得艾滋病受歧视了，他们搬到一个小学里边，都一起走过。我在2005年做艾滋病有关的节目时，我就想过这样一个话题，就说我们能不能像办孤儿院和敬老院一样，办一个艾滋病人的社区。如果艾滋病人跟正常人生活到一块儿，再怎么你放开，如果啥呢，对他的歧视都是难免的，人人见他都躲着，那肯定伤害他自尊。我们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，把这些艾滋病人，你比方说我们保证了他们的衣食住行，让他们在这一块呢还能自己工作劳作，获得一些收入，然后艾滋病人在这个社区里自由的沟通往来，你也是艾滋病，我也是艾滋病，艾滋病志愿者也不会歧视我们，我获得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。这样对于保护艾滋病人隐私，维护他的一种身心健康，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但是很多地方不愿意接这样的事儿，所以这一点也能看出呢。像《最爱》那个电影最后那不也是吗？一个小小的学校里都是艾滋病人，外界还存在着很大的歧视呢。所以办这样的事儿真的是很困难。我觉得实名制可能是一种挺有效的方法，但是如果在艾滋病的歧视恐慌普遍存在的情况下，这个实名制也达不到理想中的效果。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下很大的力气来消除这种歧视跟恐慌。你看那个《最爱》那个片子，跟他同步推出的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叫《在一起》，里边有一个场景就非常感人。艾滋病患者一个小伙子站到大街上，举个牌子，我是艾滋病患者，我请求一个拥抱，没有人敢跟他抱。最后一个老人上来了，跟这个小伙子抱了一下，告诉他小伙子你好好活着。哎呦，这小伙子感动的热泪盈眶，因为这个拥抱在一定程度来讲，意味着社会没有抛弃你，对你一种关爱，而且社会理解你，知道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，不是像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和恶魔。所以我说，在我们执行实名制把更有力的政策执行之前，要下大力气，把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慌尽可能降低到最低程度。也许这个是实现保护艾滋病病人合法的隐私，维护艾滋病人身心健康最好的一个渠道。我们有句成语叫见钱眼开。这个成语呢是形容喜欢钱，可是再喜欢钱的人，他恐怕也不会天天拿一张100块钱在这仔细端详左看右看。他喜欢钱，他得有功夫去挣钱呢。可是咱们生活当中真有那细心的，有的人就专门把这钱拿出来左看右看，那这个钱上到底有什么？他又能发现哪些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呢？他在钱上看到了新东西，就是他。有的朋友纳闷了，说100块钱上我也没看到这个呀。你得睁大你的双眼，在100块钱的图案里头还真有这个图案，好像这么你这一只猫站在中间，两边2个猫给它下跪似的。
这100块钱你拿起来，你注意怎么看啊？你把它垂直放，然后就在毛主席这个图像的下侧一点儿，100块钱这个圈上面这一点儿，就有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那个图像，中间站着一个猫，眼睛细长的，然后两边呢各跪着一只猫，有3只猫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在网上一经发布呢，人家管它说100元人民币上面有跪拜猫。那具体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像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先看看短片。2012年2月，网友在网上爆料，在第5套100元人民币正面的中国人民银行字样下方有3只猫形图案，其中2只像在跪地朝拜，随即跪拜猫红遍网络。是设计者有意设计，还是网友想象发挥？蒙太可掬的跪拜猫究竟源自何处呢？有人甚至猜测，猫图案可能是一种最新的钱币防伪技术。2月7日，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作出回应，人民币上的这个神奇图案既不是跪拜猫，也不是什么防伪新技术，而是湖北江陵县雨台山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上的图案。你看呢，针对这一个跪拜猫现象，有的相关专家给出解释来。因为100元人民币在设计的时候为了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，它在里边就使用了战国时候的漆器，还有这个青铜器，还有陶瓷上面的一些图案。说这个图案呢，就可能是战国时候漆器的一个标准图案。所以说这个图案可以肯定的是呢，我们的100元人民币的设计者把这个古典文化当中的某个图案拿过来了。你看这个事儿，虽然说这是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小观察引发的事情，可是网上有不少人追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钱在我们生活当中实在是太普遍了，100块钱又是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人民币最大的面值，所以难怪大家对这个事情关注。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也是拿起来左端详右端详，然后由此呢，我还专门找明白人呢，问了一下有关这100块钱人民币一些事儿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咱们天天接触这个人民币这里边这个说道真多。你就拿咱这100块钱来说吧，我们知道这100块钱上边是毛泽东主席的像，那么毛主席的像，这像是谁给画的呢？这个画家的名叫刘文熙。这刘文熙呢，根据毛主席在全国第1届政协会议上一张照片画的这个像。那么画这个像的时候呢，之前曾经有过争论，就说我们说这套人民币叫第5套人民币，那么第5套人民币上面应该用哪些图像？在90年代末的时候，咱们财政界的人士呢，跟这个设计圈人士接触，就在争论用谁的画像。有的人就提出来说用这个领袖画像吧，说你看第4套人民币那个毛刘周朱4个人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这4个人，这不有领袖不挺好吗？国外也是如此你看美元，1美元上面是华盛顿，5美元上是林肯，100美元是富兰克林，都是领袖。你再看那个英镑上头伊丽莎白女王，还有人说不用领袖也可以，中华民族传承这么多伟人呢，优秀人物呢，咱用岳飞用李白，用这些历史上的名人。可是当这些方案提出来的时候，上面就给否了。为什么呢？人民币上面这个支架越简单越好认越好。为啥？它防止造假呀。你假如说我上面印谁？印李白吧，李白长什么模样你见过吗？你也没见过。你要印了李白，比方说造假的，印个只要是三绺长髯，显得像诗仙似的这个带子之飞，你就得端详半天，你得对照原来那正版的仔细看。所以说这上边第一个人越少越好，人越少你越好辨认吗？第二个呢，这人你越熟越好，越熟你越好辨认。所以结合这2方面，就留一个领袖人物，全国人最熟谁呀？毛泽东主席，毛主席。所以100块钱上面才就留下了一个毛泽东像。从第4套人民币开始才有毛泽东像。说那第1套、第2套、第3套上面就没有毛泽东像。说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毛主席自己的意思，就说我不上这个人民币，不到这上面我的头像。这个咱们得往前倒到这个1948年。1948年那个时候呢，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呢，这不是我们当时马上面临着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，
所以各个边区政府呢发行的货币不一样，太乱了。现在眼看呢，这国家就要统一了，我们这个解放战争也要打胜利了，咱们得出一套统一的货币。那么统一的货币搁什么图案呢？基本都是这个解放区这一边啊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啊，工农合作呀，如何，都反映这样热火朝天景象。那个时候，董必武呢负责中央财政，他负责中央财政呢，董老的字儿又很出名，好，中国人民银行啊，包括下边这些这个涉及到毛笔的写字的这个，都董必武写的。所以第一套人民币里没有毛主席像。第二套人民币呢，1953年设计，1955年正式对外发行。这个发行的过程当中呢，之前设计的时候说这图案上搁什么图案呢？有几组图案，有天安门那个图案。天安门我们知道上边有毛主席像啊，还有的东方红列车1号上边有这个毛主席像。结果这个方案呢，经周总理手呢报到这个毛主席那，毛主席看完之后说不行，我的像不上人民币。他再次坚持这个意见。就这样呢，从列车上和广场上那个照片里边呢，就把毛泽东的像给取消了。所以第二套人民币里边也没有毛主席的像。举起了铁锤，造成了离愁，造成了枪炮。当然，我们说这个人民币啊，每一套人民币设计的时候，都有着那个时代浓厚的意识形态。就说当时是什么样，社会风貌什么样，往往在人民币上能得到集中的反映。你看，大家一定有印象，什么这个人民大会堂啊、桂林山水啊、什么泰山呐、日出啊、布达拉宫啊，反正后边风景名胜比较多。而其他的人民币上面呢，往往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像啊，这不反映56个民族56个花吗？还有的是工人阶级的像啊，炼钢工人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农民的像啊，拖拉机手的各种各样的形象。那么这些形象都取材哪儿呢？说起来很有意思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有媒体做过这样的探讨，就是以前人民币上这些人他的原型是谁，还活没活着？这里边就取了几个典型例子，很有意思。有2毛的人民币，2角人民币，上面有个挺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。后来一调查呢，这是70年代的时候，70年代末了，各个少数民族呢调人到北京民族宫来当解说员，其中有一个湖南土家族的姑娘叫黄其平，把她调来当解说员，就以她的相片为原版设计的2毛人民币上面的画像。现在黄其平呢，后来当了湖南省农业厅的副厅长。这个人当初就是2毛钱上面的土家族姑娘。再比方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原先有个女拖拉机手，也是英姿飒爽的开拖拉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的真名叫梁军，还是我们老乡，黑龙江明水县人。他当初在哈尔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为了能够拖拉机普及，支援农业，他们被派到拖拉机学校学习。他是黑龙江首批拖拉机手，回来之后呢，还组织个女子拖拉机手的这个宣传队。当时给他拍了不少照片，当时的女拖拉机手原型就是他。现在这个梁军老太太身体很健康，还活得挺硬实的。我们看呢，这几套人民币先后出现的时候呢，周总理在世的时候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，直接参与到人民币的设计当中。年岁再比我大点的观众朋友一定能记得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啊，未经证实的故事。说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来采访这个周总理，结果问了一个很刁钻问题，都说中国现在挺穷，说周总理你说你们中国有多少钱呢？你想这个话不好回答，你要据实回答不等于国家财政机密泄露了吗？所以这时候说周总理随机应变来了一句，我们呢总共有18块8毛8人民币。周总理为什么说这18块8呢？他非常机智而且有道理。你看那时候人民币最高的就10块钱的，你看啊，10块5块2块1块加一起多少？18块钱。然后5毛2毛1毛加起8毛，然后5分2分1分加起多少？8分。3样加一块多少？18块8毛8。总面值吗？说中国有18块8毛8，这不非常准确吗？而且还回避了到底财政有多少钱。你看答得多好。人民币历史上没有发行过4块的、6块的、7块的、8块的、9块的，可是人民币历史上发行过3块的。这我估计最少得是50年代生人的人能见到过这个3块钱的，因为这套人民币呢，准确说是55年以后开始发行的，到64年的时候就全收回了，总共就面世了9年。
这3块钱人民币。有人说为啥发3块钱的呢？咱得把这段历史给大伙讲讲，太有意思了。这个刚建国的时候啊，咱们那个货币啊，说1块钱就是1万块钱，20块钱就20万块钱，延续那个旧币的一些传统的。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，咱们这金融恢复了新秩序之后呢，咱得自个儿单出一套人民币了。单出一套人民币，当时就考虑这个面额多大呢？那肯定不能10万20万了，那过去就等于10块20块嘛。有人说也得出1块钱开始，就从1分开始，一直出到100块钱。可当时咱想到不行，如果你真出的50、100的大额的出现了，有问题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在大陆。咱们看潜伏里头不什么黄雀行动吗？留下来了。说这些人呢，要想破坏你大陆经济，有个非常简单办法，造假钞，一下子把你经济秩序冲垮了，冲乱了。那么你弄这大额的，咱当时大额的那阵购买力不强啊，等于通货紧缩呢。这大额能买好多东西，他要印一堆大额过来，你这真就乱了。所以当时就决定最高就印到10块钱，然后以印小票为主。这样的话你就造假，你不得多印吗？你成本就得高吗？这样我们侦破起来也可能更容易抓到线索。所以当时我们的政府呢，不印50、100的，就印到10块钱。可是就印到10块钱，他这毛病也很大。为啥？咱们当时印刷水平不行，刚建国，防伪啊各方面都不行。你要印小票，你只要1块2块多印点吧，咱们印刷能力还跟不上，所以没办法就委托让苏联老大哥给咱们印。苏联的印钞技术比咱们发达多，那么怎么印呢？1块2块的咱们国内印，3块的5块的和10块都让苏联印。所以这3个呢，当时被称为3种票。就当时第2套人民币里3块5块跟10块的都是苏联给印的。说为什么要设3块的呢？咱们不为多发行小票吗？防止敌人破坏吗？咱们国内1块2块的都归咱印，咱印刷能力有限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再多增一个小票，3块钱不也算小币值的吗？让苏联印，然后使咱们的小票的额度提高，防止敌人破坏。说那怎么后来这3块发行完了就没了呢？到64年又收回来呢？也是由于政治原因。咱们不当时跟苏联弄掰了吗？赫鲁晓夫把这个好多工程师都给撤走了。当时咱们国内的经济建设遇到很大困难，后来不有个3年困难时期吗？就那个时候，当时就考虑到安全问题。假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接着使这个第2套人民币1块2块3块5块10块的，那3块5块10块这3个印中国人民币的模子可在苏联呢，人家能拿那模子接着印呢，你说这假钞吗？这是真的呀，模子在人家那儿呢。所以当时政府一考虑，得斩草除根，壮士断腕，不要了，第2套人民币全废了。到1964年的时候，把这些全废掉。所以这个3块钱人民币这面额呢，从55年到64年，也就9年的寿命。所以你看到3块钱人民币，你不能想当然认为造假，或者有的人说这是错版的，不是正常发行过。你要真说人民币出错，还真有出错的。什么出错呢？历史上人民币啊里头有个字整错了，哪个字儿？2。这个2呢，有这个大写有小写啊。在人民币里头呢，这2我们知道怎么写呢？这一横这边是一个勾，这一点这边1、2两横，下边是一个贝壳的贝字。繁体字这贝呢里边多2横，这么写，这是标准的写法。可是在第4套人民币以前的1、2、3套人民币里，这个2不这么写，把上面这2横挪到最上头去，挪到这个大横上面去了。说这对不对呢？有人给辩解说，那个钞票上还能错吗？就这个2在上面写成2横，这个2在民间确实流行很长时间，就说它是一种不规范的写法。因为这个2横在上面这个2，你无论是康熙字典、尔雅、说文解字这些全没有。就说我们的正统的文化里头不承认这2是这么写的，所以我可以把它认为这是错误的。但是以前约定俗成，就是原来国统区的时候呢，发行钞票2就这么写，就传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有人呢就把它直接写上来，时间用长了，大伙儿都习惯了。但是呢，到第4套人民币出现的时候，有人就提意见了，说不能再延续这错误了，就这么着呢，把那2直接就给改回来了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呢关注这个人民币啊，很多人有别的想法。他关注的是呢，我们常说叫天价小钱儿，1张人民币最大面额才100块钱。说怎么叫天价呢？收藏啊，像刚才我说那个3块人民币，
发行过9年。这个3块人民币搁到现在不得了了。我前2天到北京的一个邮币卡市场问了一下，当年的3块人民币现在市场价卖多少呢？一张大概是55000块钱上下。所以你当初要有那么一张，你现在就小发一笔财，这是。这不还有一个事儿，真事儿和这有关的。那时候是2007年，2007年的时候呢，3块人民币市场收藏价多少呢？值8000块钱。你看看这几年，07年到现在不到5年，8000涨到5万，哎，这都涨飞了。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怦然心动，哎呀，我有那么一张，我现在可发了。那对不起，你很难拥有。为什么呢？咱们现在人民币啊，它为了发行新人民币，老人民币是稍微有70%的新左右，就说有30%是旧的，它就回炉了，就不再出来了。你就有这新收藏的，可能赶不上这热乎的。所以现在有的人说我有张3块钱，可能性不大。包括第一套人民币，现在流到世界上全套的，就第一套人民币从1分开始都收全的，全世界就30套整的，剩下都没有了。这30套每套值多少钱呢？值420万。你说我有一套多好，你得啥时候有一套？48年发行，55年就退出了，你得多大的机缘巧合能留一套？当然有的人他无意识之间留了。就我们80版的那50块钱，有一个姓王的王先生，他就是当年呢跟银行有熟人，过年的时候呢想给身边的亲戚呢压岁钱，这是90几年的事儿，就到银行里边呢换了3沓新的50块钱的，3沓呢，一沓100张，15000块钱整共，一沓是5000块钱，51张的100张吗？他送出去2沓，有一沓吧，他有事就忘了，就扔到家里一个角上就忘了，隔了好多年以后才想起这事儿了。当然拿出来还能花，第4套人民币没有退出流通，能花。可这时候他一问，他发现不得了了，就是80版的51张42万，你这一下这不发了吗？可是遗憾的是，咱们绝大多数人呢，哪有那好运气，赶不上啊。那过去那钱都不知扔哪儿去了，那老物件留到现在好多都值钱了。那么有人说我有心，我现在开始收藏晚不晚呢？收藏这行有句话叫什么时候入行都晚了，什么时候入行又都不晚。关键你看你是不是个有心人。现在收藏这钞票，比方100块钱的，说这玩意儿新的，那能值有收藏价吗？怎么值呢？你看那号码，比方有这号码，东北的朋友不少知道的，后边要4个号，前面几个号要都是一样的，咱们打扑克知道，那叫豹子，叫豹子号。比方说后边4个数111，前面11，这就厉害了。当然前面11，那后头数字这个多，要后头4个号111或者222，那就值钱了。要如果你这整个号码88888都是一个8，那你更发财了。这个号值钱，这叫豹子号。还有一种叫梯子号，梯子号就后头不管是4位5位啊，比方5、6、7、8、9，比方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这也能值钱。当然价码不一样。那么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啊，就是豹子号啊、梯子号这些以外呢，现在收藏人民币呢还讲究一个叫连体钞，就是呢有的时候为了纪念啊，比方说4张100块钱的连到一块出来了，或者3张100的连一块出来了，2张的都有。这种连体钞它也具备一定的市场收藏价值。那么有的人说收藏这个也费劲，说能不能告诉我们，就平常我们能碰到的收点啥好呢？毫无疑问，第4套人民币里的2毛钱2块钱到第5套里没有了，取消了。那么这2个取消了还在流通的2毛2块就有一定收藏价值。你可想好，你碰着最好能把它留起来。当然说这个我也没有怎么办呢？新版的第5套人民币里头不新增个20块钱吗？以前头4套人民币里从来没发行过20块钱的，这第5套是第一次发行20块钱的，以后当然也会继续发行20的，但是开天辟地头一遭20块钱的，它就有收藏价值。所以你要真是啥也没有，20块钱你总能碰着吧？哎，你想法新的呀，要是号码特殊点更好，你把它留下来，没准将来就发财了。但是说什么时候发财呢？咱不是算命先生，没法告诉你。而且现在这个收藏市场，咱们说实在的，说你收藏，说过些年发财，想都不要想。你收藏到你儿子那辈儿能得到好处，算不错的了。一般都得到你孙子这辈儿。为啥？现在人都精了，你看着收藏这个了，那我也看着收藏这个了。所以说，现在你收藏，你孙子那辈儿得利，这都已经算不错的了。当然这事儿也挺好，比方说咱们现在某个人，咱就真收藏个20块钱的连号的，挺好，我留下来。
到将来你孙子结婚那天，你孙子找你说：“爷爷啊，不行啊，房价太贵啊，我买不起房子了。”你噌拿出一张20块钱的，孩子去付首付去，没准这事儿那时候就是现实。所以要想实现这个，第一个你做个细心的人，留好后手；第二个，咱们得祝愿每位想发财的朋友健康长寿，能起码活到孙子结婚那一天。